从现在开始看中国，各位好，这里是传奇中国，我是大威。我们今天节目呢和往常有所不同，我们今天要为一位老人送行，她叫丁雪松。丁雪松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大使，她曾经出使丹麦和荷兰。回忆起丁雪松老人的一生呢，可以说是辉煌灿烂。1918年5月27号，丁雪松出生在重庆，她的人生也是从重庆开始。而她人生的真正重大转折是在延安，因为1938年，丁雪松来到了延安，投奔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那里，她收获了和著名音乐家郑瑞成之间的爱情。1938年1月，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办事处依旧繁忙地输送着一批又一批前往延安的人们。一天，这里迎来了几个来自重庆的年轻人，其中一位女青年拿出缝在丝棉旗袍里的介绍信，她的名字叫丁雪松，是中共川东地下党介绍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在西安等待了几天后，丁雪松他们搭上了一辆去往延安的大卡车。从西安到延安，中间是800里绵延不断、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车在山间公路上盘旋，丁雪松却一路呕吐，晕车是他的老毛病了。就晕得一塌糊涂，他吐得个一塌糊涂，就不行，昏天黑地的那种，他都搞不清楚，然后就那个一路吐。那么这一路颠颠簸簸的，在那又吃不下又喝不下的，就那样就很辛苦。3天后，已经疲惫不堪的丁雪松忽然被周围欢乐的呐喊声惊醒了。哦，这到了延安了，哎，感觉就特别的高兴。看到延安的宝塔，车上顿时沸腾起来，向往已久的圣地就在眼前。丁雪松也忘了身体的不适，情不自禁随着大家又唱又喊。就这样，伴着连天烽火，冲破重重险阻，丁雪松终于来到了心中的圣地延安。安顿好自己的行李，丁雪松又把自己穿的丝棉旗袍拆开，小心翼翼地从夹缝里取出中共四川省委开来的接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交给了时任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的李维汉。接着，他领到了发给他的一身军装，被分配到当时的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转眼间，丁雪松从一个重庆银行里的职员变成了一名女兵。这一年，她19岁。从此，中国抗日军政大学里多了一名腰扎皮带、短发扶耳的女生。1918年5月27号，丁雪松出生于山城重庆。1934年夏天，刚读完初中2年级的她成为一名银行职员。1936年，重庆当地比较进步的报纸《商务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在民族解放前，什么美梦都会成为泡影”，署名雪萍。很快，文章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回音和反响。这篇文章的作者，当时在银行工作的丁雪松，感到意外，也十分兴奋。此时，面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中共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时间，全国各地各界人士纷纷成立救国会，主张抗日民族大团结。1936年7月，丁雪松和几个同样积极投稿的青年凑到一起，成立了重庆职业青年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演讲，组织劝募队，
到街头、乡镇和工厂、公司、银行进行募捐。因为他那时候是为了学习，所以他攒一些钱，但是他这个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就拿了印刷，那个抗日宣传品。另外呢，就是也有很多的穷学生，有时候就是经常也是就是饿着肚子那种，然后他呢就经常的就领着他们到他们食堂吃饭，然后他来付钱。1937年底，被破坏的重庆地下党恢复后，第一个发展的党员就是丁雪松。同时，党组织决定将他和另外几位进步青年输送到延安。临行前，丁雪松把转接党的关系的介绍信用泔水密写在一块白绸手帕上，把它一针一线缝进了丝棉旗袍的夹边里，就踏上了北上的征途。抗大，全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于1936年6月在陕北瓦窑铺成立。毛泽东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亲自为学院讲课，为抗大规定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随着大批进步青年涌入延安，抗大急需干部。品学兼优的丁雪松很快成了同学们中的佼佼者，当上了女生大队长。他在这里就显示出他这个能力来了。老战友们就在那讲呢，就给他起个送他一个绰号嘛，女大侠。至今，当年的同学还对他印象深刻。丁雪峰是我的队长啊，非常的干练，而且喊起那口号来非常的有力量啊，确实就像军人喊的口号一样。那我感觉到我的军事训练，跑步喊1、2、3、4，这些都是他带着我们喊。花样青春，他们是黄土高坡上的一抹亮色。风华正茂，延安是他们魂牵梦绕的故乡。蓦然回首，重温宝塔山下的峥嵘岁月。传奇中国重磅出击，我的青春在延安系列节目即将播出。一天，丁雪松结束了学习和工作，回到了自己所住的窑洞。他忽然发觉自己的屋子有些变化，临窗的桌子似乎被收拾过，而且窗台上多了几枝鲜花。在寒冷的陕北初冬，几朵小花为窑洞平添了一丝温馨。这是谁放的呢？丁雪松一时间摸不着头脑。又过了好几天，又发现桌子上有2本书，啊，2本书啊，一本是《安娜·卡列尼娜》，一本是《茶花女》。重要的是呢，上面写了个条子，这个条子上写的啊，送给小鬼女军官，下面写了个郑女士。哦，我就恍然大悟了，我原来是他精心安排的。郑绿成，1918年8月13日生于朝鲜全罗南道，父兄都是爱国者。他们目睹了自己的祖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怀着国恨家仇的少年郑绿成，沿着兄长的足迹，来到了战火中的中国。77事变爆发后，郑绿成在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先生的资助下，背着小提琴和二哥留下的曼陀铃，带着世界名曲集，于1937年10月到达延安。
他先在陕北工学学习，后来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进入延安的第2年，郑律成谱写了闻名遐迩的《延安颂》。当时的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却到处洋溢着革命的热情。不仅每逢节庆日有文艺晚会，就是平时也是歌声此起彼伏，完全是一片歌的海洋。丁雪松第一次见到郑律成，就是在一次文艺晚会上。一个年轻人走上台，当坐在台下的观众听说即将演出的就是《延安颂》的作者郑律成时，立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他这个节目呢是很特别，所以人家也都很容易记得住。就是说，他嘴里吹着口琴，然后手里头呢就弹着他那个曼多林，就他去延安的时候带的一个乐器，然后脚上呢他还可以打那个架子鼓，就那种架子鼓似的打鼓，就是这一个人同时他就可以那个就是身兼三职，甚至完了以后不吹口琴的时候他还可以唱。落叶缤纷的季节，郑律成从鲁艺毕业，来到抗大，作为音乐指导，在抗大几个大队之间巡回教唱歌曲，培养歌咏骨干。听我妈妈讲的话，就是认识以后呢，我父亲对他挺注意、挺关注，那么有时候到后来去的时间就多了。因为他经常去教歌，那么去的时间多然后呢，有时候过了点儿的话呢，就还留他吃饭什么那样，这样慢慢就越来越熟悉。郑律成老到他那儿去，我们就知道他和邓律成有感情很深，而且常常从他们屋子里传出来那个郑律成和他的歌声。就在我们相恋不久，1939年元旦前夜，我送给他一张印有雪松图案的贺年卡。他非常激动地告诉他的伙伴，我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了。从那时起，我们常常一道在沿河边散步，谈论过各种问题。1939年1月，郑律成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两个人的感情也更加亲密。然而不久以后，一层浓重的乌云压在了两个人明朗的天空上。夏天的一个中午，郑律成来找丁雪松。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天的郑律成愁容满面。原来，郑律成在南京的经历在政治上受到了怀疑。那我父亲呢，他是因为已经写出了《延安颂》，已经写出了《八路军进行曲》，都传唱开，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他的党纪倒是没有停，但是呢，他也是一个怀疑对象吧。丁雪松安慰郑律成要相信党，相信组织，一切都会查清楚的。这段影像拍摄于1941年，为纪念38妇女节，女大的同学们排练了一套舞蹈操。数百名女生整齐的步伐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套操被称作丹麦操，领操的正是丁雪松。他在女大呢也是个非常活跃的，因为他从小他那文艺细胞也可以了，唱歌啊，什么这吹笛子吹箫都还可以。那么他在女大的时候呢，好像是俱乐部的负责的吧，经常举行一些文艺活动那样子。
丁雪松作为积极分子，总是被老师找去谈话，要求离开郑旅成。一时间，丁雪松陷入了重重矛盾之中。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个年轻人创作了如此激昂澎湃乐曲的战友会在政治上存在问题。第二年的年初，陕甘宁边区实行3级普选，女大组织了好几个工作团下乡协助选举。这样，丁雪松和女大的40-50名同学一起离开延安，向北进发。冒着凛冽的寒风，到达了美丽宁静的绥德县，参与陕甘宁边区3级政府的选举工作。这期间，丁雪松和郑旅成几乎断了联系。下在乡子住在农民家里头，人家农民看到这女孩子能说会写，特别喜欢，到处哪里都欢迎。期间，丁雪松拜访了开明绅士李鼎铭。后来，李鼎铭当选边区参议会副主席，丁雪松被派去做秘书，前后历时1年半。李鼎铭嘛，是陕北的党外人士，他做这个工作也是比较不容易，就是了。李鼎铭提出的精兵简政等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秘书丁雪松的工作也得到李鼎铭的赏识。然而，丁雪松却时常一个人哼起郑旅成创作的歌曲《寄与阿郎》。沿河水长又长，弯弯曲曲到前方。多劳河水寄相思，带个信儿给阿郎。看起来，丁雪松和郑旅成的爱情之花似乎马上就要枯萎了。但这时出现了一个人，他让丁雪松的爱情起死回生。这个人就是武廷。武廷不但了解郑旅成的家庭情况，对郑旅成的革命工作也一清二楚。他的出现很快扫除了笼罩在郑旅成身上的阴影。1941年的冬天，在鲁艺的大礼堂里，丁雪松和郑旅成举行了婚礼。这场婚礼，丁雪松和郑旅成已经苦苦等待了3年。郑旅成啊，会打猎，他打猎啊打得很准，是百发百中。所以他就拽着我的手啊，我们一块到山里去打猎。结果连发2枪啊，打了2只黄羊，打2只拖回来以后啊，就一直啊跟那个老乡换了这个碾米、红枣，做了这个年糕、红枣年糕，一只啊就切成羊肉片儿，烤羊肉片儿，这在延安是没有的佳肴了。哎呀，那天热闹得很，鲁迅、鲁艺的师生。我抗大、女大的好朋友，还有在延安的朝鲜同志，都参加了，非常热闹。1942年8月，郑旅成离开延安，到了太行山区的抗日前线。第2年4月，丁雪松早产生下一个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喂养，嗷嗷待哺的女儿哭个不停。
无奈的丁雪松想到可以用羊奶来喂孩子，可是拿什么去换羊呢？他把目光投向了郑履成的那把小提琴。小提琴呢就拿去卖了，卖了以后呢，倒是就买了一个带着小羊羔的奶羊回来，然后以后他就天天呢就挤那个奶羊喂我。他也知道这个小提琴是我父亲非常心爱的东西，但是没办法了，所以后来他就想为了纪念这把小提琴呢，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嘛，叫小提。丁雪松老人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和郑履成相知相伴，带着孩子过上几天团圆的日子。可是现实总是给他们制造麻烦。郑履成呢是朝鲜公民，因为他的身份，国际形势一旦有任何的变动，他必须回国，这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几次三番的生死离别。到了和平时期，丁雪松想去郑履成的老家，也就是现在的朝鲜半岛的全罗南道，到那儿呢去转一转。可是因为各种原因呢，一直没能实现，这也成了丁雪松老人一生未了的夙愿。1945年8月15号，中国8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延安沸腾了。然而喜悦的日子里，作为朝鲜同志的郑履成接到命令，即日启程取到东北回朝鲜。那么他就很担心我妈妈是不是恋故土啊，不愿意去啊，就问我妈妈。我妈妈就想也很单纯，就想呢，当然应该去，跟着去，所以毫不犹豫，就跟着我父亲走。最终，丁雪松选择了和郑履成同行。9月初，他们和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一起，依依惜别离开了延安，向东北进发，踏上了漫漫征程。临行前，他们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照片。那时候我才2岁，就一边弄匹马吧，然后弄个架子，一边装着我，一边装着那些东西，然后就去了。风餐露宿，日夜奔波。当他们一行到达平壤时，已经是1945年的年底了。在朝鲜，夫妻2人分别为各自的祖国工作。丁雪松先后担任朝鲜侨务委员会秘书长、新华社驻平壤分社社长等职。郑履成被任命为朝鲜人民军俱乐部部长，筹建了朝鲜人民军协奏团。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成立仅1周后，就与朝鲜建立了外交关系。1950年，中国政府在平壤建立大使馆。此时的郑履成、丁雪松又不得不再一次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在这个时候呢，他又变成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就这么一个。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父亲呢还是朝鲜籍，朝鲜劳动党，这里就有问题了，就是一个家庭等于代表2个国家的利益了。和离开延安前一样，一个家庭2个国家的情况再一次使他们陷入矛盾之中。他们俩据说是他跟我谈的，就是2天晚上几乎是不能够睡觉，在激烈的讨论究竟怎么办，回不回到中国来，矛盾得很。后来经周恩来批准，郑履成加入中国国籍。1950年9月，一家3口陆续回到了中国。1950年10月，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创作组的成员，郑履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林子峰等一道去了战火中的朝鲜。
在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他先后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等歌曲。1951年4月，丁雪松以随团记者的身份，随中国人民第1届赴朝慰问团到达朝鲜，宣传朝鲜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击侵略者的事迹。夫妻2人在战场相遇。1976年12月7日，是丁雪松至今不敢去回忆的日子。在我父亲去世那天的同时，他是作为一个代表团的副团长，他要带团出国的。所以你想，他带团出国，他根本没那精神准备。所以后来第2天出国的头1天嘛，突然一起身，一下就懵那儿了。所以不是一下子懵那儿了，到那时候不是说是去哭啊，是什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那种感觉。郑绿成的突然离世，成为丁雪松心中永远的痛。上个世纪80年代，北京啤酒奇缺，那么当时呢，北京啤酒厂就非常的想把丹麦的先进技术呢引进国内。那么时任丹麦大使的丁雪松呢，知道这件事之后，通过他的努力，把丹麦的嘉士伯啤酒引进了中国，所以大家送他啤酒大使的美誉。血压轻松，松更直，持节才女，女中杰。这是丁雪松老人80寿辰的时候，一位挚友送他的一副对联。这副对联道出了丁雪松老人的精神品格以及他事业上的卓越成就。那么如今呢，丁雪松老人已经驾鹤西去，让我们一起祝福他一路走好。